美国需要中国大陆市场，大豆不经放，这个1年是新鲜了，2年之后你大概只能当饲料了。但是中国大陆要不要向美国买呢？当然可以向巴西买啊，巴西也是大豆产量国。问题是巴西扮演的是大豆的洞庭湖，调节水位的这个角度。当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那我不向美国买了，我向巴西买。中国大陆说现在有很多鼓励种大豆啊，我认为还是有限性。为什么？大陆现在的都市化，地会越来越少，科技会进步，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吃肉的越来越多了，那些通通都要吃饲料所以大豆的需求量只会多不会少。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到的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分析，他认为2026年的关键，中美经济正在加速的离婚。这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的迹象，包括最新习近平在有关于粮食，中国大陆的粮食上面要实现战略自主，尤其呢豪砸了1兆元来补助，这当中包括了关键项目，像是东北的大豆。那美国的豆农这时候怎么办呢？中国买美豆，现在买的这些量都只是过渡期吗？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中美现在之间的关系被形容是冷战2.0，但是呢，我们看到，好不容易啊，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这一回是终于说上话了。他们这一次直接通话谈的话题其实非常的多，包括涉及到了贸易、军事，还有川普说他4月会访中，跟台湾议题等等。在这场对话结束之后，川普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他认为双方之间有非常好的一个谈判。他说这是一场出色而且长久深入的对话，因为呢，他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大豆的问题，就是美国农民最关心的大豆议题。他说，北京啊，现在也在考虑了，会大幅提升向我们美国采购大豆的数量，从原本的1200万公吨，拉高到2000万公吨，也就是增加了800万吨的一个量，并且他还透露说，北京还有承诺我们其他事情下一季的采购量还会持续的增加，扩大到2500万公吨。那这个消息一出，当然了，黄豆期货的报价终于是暴冲，创下2个月以来的新高了。美国的农民，大豆农民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最开心呢？因为他们已经惨淡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尤其在这个海外的销量惨淡这个价格更是跌到了14年的新低。普渡大学更是说呢，就算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利多消息，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农民啊，还是认为说现在的经济的经营状况还是会比去年还要更惨，似乎是对川普是没有信心的。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也担心，巴西在今年这个它的产量在大豆上面会创下新高，达到了1.8亿公吨，价格更低，更吸引中国大陆的买家。所以呢，中国大陆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选项，它可以跟巴西去买大豆啊。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北京一方面现在也承诺说，会跟这个川普买大豆，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砸了兆元，这当中的战略计划还包括了推动粮食的自主。他现在是对美国释出善意，还是把跟美国买这些大豆当作是一个过渡期而已？那为什么习近平会愿意答应川普去买大豆？老师怎么看？我们看2023年到24年中国大陆跟美国购买大豆大概是美国大豆出口的54%，所以1半以上它的出口都是往中国大陆，那来到了超过2500万吨以上，而价值呢超过130亿美元，所以这不是个小数目。而它牵扯到第一个是大宗物资的，就是在大国之间大宗物资，因为大宗物资牵扯到都是跟这些民生物资有关的这种移动买卖。那第二个呢，它牵扯到的就是甚至这两国之间的外交跟经济关系。所以你看到像是去年，它就变成一个大陆这边采取了一个反制的作为，针对美国的关税战。可倒过来，美国这边也变成要求大陆必须要增加购买大豆，如果你要恢复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降关税的话。所以双方都把它当作一种大宗物资、一种外交跟经济竞争甚至对抗的手段。可是它会影响到的是什么？影响到这个市场上的这些沙拉油啊，然后饲料啊，甚至这些所有的这些鸡、猪、农的饲料，然后影响到他们的价格，因此影响民生很深刻的。所以它必须要分散。那分散呢，当然最主要像是巴西澳洲、印度这些地方都有。那如果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比例的话，那它依赖外国的进口，
就会降低。所以这个是从民生跟战略，以及甚至跟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上面考量，是一定要做的。第一个要分散来源，第二个呢，你要增加自己生产的这种比例。那同样的，美国这2天，美国也在开一个矿物与资源部长会议，50多个国家的部长集合，就是大家是不是一起来思考，怎么样摆脱中国大陆对于稀土的这个垄断？虽然不太可能达成什么有效的这个结论，但是呢，现在国家之间彼此都是如此，尤其是大国针对这种大宗物资特别像这个大豆，我们这次看到它成为一个中美竞争里面的一个筹码跟工具了。好，中美博弈持续的在进行，除了在稀土上面的竞争，还有大豆。那其实《华尔街日报》最新也示警，他认为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紧绷的。他认为2国正在加速走向离婚哦。这个当中包括从半导体、能源一直到食品，都是他们分手的核心。而且这些核心的产业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那同时间，在《华尔街日报》提出示警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在粮食上面实现的就是战略自主。习近平在针对农业方面祭出了非常多新的策略。首先要看到的是获得了1兆美元的国家战略的一个补贴的，包括这些补贴会给农民给他更多的大豆种植的补贴，试图要降低对于美国的依赖。第二件事情是中国在今年释出的2026中央1号文件，针对了小麦、水稻用最低收购价护航，那么玉米、大豆也有补贴再来就是习近平推动的现代化农业要来加速在东北地区，尤其是这边的粮仓的振兴。那它这边中国的粮仓主要产区在这边的产量更是达到1/5以上，并且在现代化的发展当中也纳入了像是云平台，可以做在线上做更好的一个观测，农业的观测。那也请这些大企业来去全面化的大规模的去管理农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大豆，尤其是这种战略物资上面，它的自给率其实还不到20%，因此成为习近平非常想要努力的对象。厉将军怎么看？现在习近平想要把大豆列为他的重点项目之一，那未来美国还可以对于这个大豆，对于他来说还具有战略价值吗？你有没有想过大陆的人口12亿人，每天早上起床就有12亿张嘴张开来要吃饭所以其实我觉得可是这不是当笑话，你知道？你把人民喂饱了，人民就不会造反。如果老百姓吃不饱，中国历史上我们都看出来，当老百姓这个局势动乱，大部分都是因为发生了饥荒，所以老百姓吃不饱就会造成饥荒。所以中国共产党他领导他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粮食的问题那不可讳言，在这个在之前也就是说文革之前，大陆本来也要想要这个生产做好粮食储备，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所以造成很多的那一阵子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发生过饥荒的事情。但现在来讲，我觉得中国大陆它从其中学到很深刻的教训，因此现在中国大陆到我们今天讲的状况为止，全世界有1半的粮食储备是在中国大陆的，所以它粮食储备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说这个人吃的部分包括粮食、小麦这2种，因为我们称之为是口粮作物，是绝对充裕的。那为什么大豆到现在为止还要仰赖这么多量进口？因为大豆跟玉米这两种农作物是非口粮式的农作物，它大部分是做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大豆是榨油嘛，然后这个玉米大部分大豆还可以做什么？它是拿来做成饲料，对喂猪喂，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大陆的老百姓，他除了要吃得饱之外，他还要吃得好。他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更优质的蛋白质，所以他需要鸡肉、猪肉等等这些，所以他会需要大量的这个大豆来进口。那目前来讲，中国当然会自己想办法能够自给自足，因为他觉得粮食这种东西如果卡在这个别的国家手上来讲的话，就跟这个天然气、油料卡在别的国家手上，是对国家的安全构成很严重的威胁。所以它必须要自给自足。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看到中国每一年
他所谓的1号文件讲的都是什么？都是在讲粮食。所以由此中你就可以知道，中国是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的。那现在来讲，他已经发现说大豆必须这个几乎90%要仰赖从美国进口，当然他也开始要怎么样增产自己的大豆了哈。那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土地肥沃的地方，叫东三省，东北这个地方土地非常的肥沃，它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5以上哈。所以那当然，你除了说有这个很好土地之外，你国家要有很好的政策能够配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对农业的政策，第一个它是补助哈，这个补助这些农业，因为做农的事实上非常辛苦。你可能这个很辛苦的用你这个成本也非常高，包括人力的成本、农机的成本、肥料这个肥料的成本，这个化学的成本哈，人工的成本等等两成本很高，可是市场往往波动会很大的。我们经常讲谷贱伤农嘛，如果说是农作物生产太多了，这个老百姓农民就赚不到钱；如果说生产不足的话，那老百姓又吃不够。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管控的非常好，他希望用着补贴的方式哈，然后很合理、很有价格，鼓励农民愿意在大豆跟玉米方面来生产。当然，如果说是到有一天中国东北地区能够生产出他们自己中国大陆所需要的产量之后，它当然会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把粮食自主列为是一种国安的问题，用科学方法、现代化的方法来做粮食上面的自给自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于全球粮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冲击？那包括《华尔街日报》提到，美中正在加速离婚，是否供应链也会加速脱钩？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他们那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脱钩，它会有限性，因为按照经济学上的比较利益法则，大家都有相互的需要。那美国便宜的，美国卖给中国大陆，像农产品；中国大陆便宜，中国大陆卖给美国，双方都受利互利，所以一定要贸易往来。为什么？贸易往来才一个自由的贸易中双赢，你都不要，那大家买不到便宜的东西，大家都受害，大家全部都要消费者都要买到便宜的东西，所以这很清楚。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大豆。我认为大豆它有三个条件，所以没有办法脱钩。第一个，大豆不经放，你不是我放久一点，你机器设备可以啊。这大豆这个1年是新鲜了，2年之后就开始有点黄菊毒素了，你大概只能当饲料了。你1年可以在炼油，反正那么多豆类，有豆皮、豆腐、油豆腐，什么都是豆，那可以，这是新鲜的吃。你一放了1年之后，那对不起，那只能做那个饲料了。那你这样的话，整个的经济价值降低了。美国的大豆的市场产量那么大，所以但是中国大陆要不要向美国买呢？我认为会向美国买，因为有个条件就是说，中国大陆一直是贸易顺差对美国，美国对中国大陆是贸易顺差，然后贸易逆差，那我就买你100亿，因为现在大豆1公吨400块美金，你就可以知道了，一公吨是400块，那下了2000。你要知道，我们2000万吨哦，那是80亿美金。对，如果达到2500万吨的，刚好是100亿美金，是这个样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了，那整个贸易的赤字，稍微平衡一点。我买你大豆嘛，那美国刚好也需要出口啊，美国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中国大陆需要美国的大豆，刚好相互。当然可以向巴西买啊，巴西也是大豆产量国，问题是巴西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赤字没那么严重啊。那就跟美国反而可以做调节，我认为是在调节上面。那这个调节呢，美国是我们讲的贸易顺差跟逆差的调节。那巴西扮演的什么角色？巴西扮演的是大豆的洞庭湖。当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那我不向美国买了，我向巴西买，它变成洞庭湖就对了。那么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啊，那巴西你就大豆少卖一点吧，因为中国大陆会向美国买大豆，所以。巴西是站着一个调节水位的这个角度，那是这个状况。那现在中国大陆说现在有很多对国内鼓励种大豆啊，我认为还是有限性。为什么？大陆人多。第二个呢，大陆现在的都市化会把农地吃掉，沧海桑田嘛，会把农地吃掉了，没有农地去吃这个都市的啦，只有都市吃掉农地，所以地会越来越少。当然科技会进步，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吃肉的越来越多了，猪鸭牛羊还有鸡，还有我们所讲的猪，那些通通都要吃饲料将来，
那像大家吃多肉多了，那就都要吃饲料，所以大豆的需求量只会多不会少。好，今天特别来关心到川普他自己的内忧外患哦，他现在急了，怕这个中国大陆的稀土持续的卡脖子。另外呢，大陆到目前为止只买了大约3%的美国大豆，真的是吓坏了美国民众跟川普哦。另外，自己川普内部还要面临到的是物价失控、党内倒戈，甚至是副总统范斯都要跟他抢位子。川普会不会提前跛脚呢？今天都会一起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稀土大豆都卡关，难道原本谈好的中美协议会翻船吗？接下来这个美国是不是全面的焦虑？要怎么样解决眼前的问题呢？另外，现在美国内部的通膨问题非常的高，咖啡还有牛肉的价格不断的狂涨价。川普在这时候急撤了200项的食品关税，希望能够救这个民怨哦。但是眼前我们也看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感恩节跟黑五的商品折扣，因为关税的这个增幅实在太高了，导致的通膨，所以呢，商品折扣开始大缩水了。刚刚提到了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许多倒戈的声音，澳洲也倒戈，副总统范斯也逼宫说，2028年他要接班，川普会不会提前跛脚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美国眼前的3个卡关的重要议题，今天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就是稀土，第2个是大豆，第3个是通膨问题。先来看稀土的问题。虽然说它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稀土的依赖持续的升级，但是嘴巴上可不是这么说的。美国财长贝森特要求在感恩节前说，大陆啊，你赶快敲定稀土协议哦。如果你有什么变卦的话，我们美国是有很多报复工具可以来对付你的。再来看到大豆，中方原本承诺的是明年1月之前要采购的1200万吨的大豆，但现在实际采购啊，幅度不到3%。最后来看到是通膨全面的炸裂哦，包括了感恩节、黑五购物节，美国人吃不起买不起。先来看这个感恩节平均支出487美元，因为通膨的关系，成本较去年大增了至少13%，而因为呢这个关税提升的成本，所以呢折扣也都全面的减少了，折扣的商品数量也都减少了。那么咖啡1年狂涨40%，牛肉11%，香蕉更是高达了8.6%。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谈判，难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吗？杨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现在在上一次他们的釜山会议之后，大陆这边其实长久以来跟川普跟美国政府交手其实很清楚，一定要对等。第一个，这个对等就是你先对我制裁，你先对我打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然后呢，甚至所谓的叫做长臂管辖，然后50%的穿透性关税，安氏半导体案。那我回应，我反制。现在我们说先暂时休兵休战，因此呢，各自先放缓一些作为。那我先看你有没有先放缓呢？一定是你要先改变，我才会回应。所以对等，然后回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美国自己贝森特他自己掌握不住，同时我根本觉得他也基本上在不断的放话，在所谓的引中国大陆到退缩之后呢，然后呢他自己维持不变。那商务部这个不是贝森特管的领域商务部的这一些制裁措施有没有改变？荷兰政府有没有在安氏半导体上面退缩？荷兰有没有改变他在这个人事上的这些作为？都看到没有你变化呀。所以第一个要对等，你对等之后我回应。然后如果你不对等，那我就继续维持这个反制，显现出其实中美双方在这个贸易谈判上高度的彼此的不信任，尤其是北京这边一定要抱怀一个对美国是不信任，而且一定要质疑，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不断的要打压中国，在制造、在出口、在科技层面。那不管中国现在是怎么样的发展，怎么样取得这个成就，但是美国的最后的目标是没有变。那他可能暂时的收缩，但我要看到你确实的作为。所以我们现在检视所有他在釜山会议所答应的这些项目，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我为什么要多买你？我基本上采购1200万吨，这已经很不得了那已经算是多。当然你说如果只有3%，那可是事实上
如果以每个月的这个采购而言的话，差不多就是1200吨到1500吨，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购买一年大概是1.3亿吨。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已经到大陆有所作为。这个时候，美国应该自己本身不管是在关税上，还是在经济以及科技的制裁上，要拿出具体的作为。我觉得大陆这边才回应。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陆也要财政部，我看到他们的商务部也有公开的这么讲，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相互的。你要有具体作为之后，我们也会配合实践釜山会议的共识。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已经展示了对美国的高度不信任度呢，另外一方面，川普要忧心的还有就是自己国内的通膨问题。眼前的这个感恩节再加上黑五，看起来这个表现都非常的不好哦。那川普决定撤下200项针对于食品的关税来救美国的通膨问题，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那个有关于感恩节的部分，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正好讨论到有关于Walmart。他提出的这个感恩节菜篮的内容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商人的嘴啊，骗人的鬼啊，他拿出那照片，感觉好像今年比较丰盛，其实没有，他少了14项以上的商品啊，对，那内容变少了，然后但是呢，它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讲是涨的。那我们如果最近看最近的一份那个民调也就是《华盛顿邮报》他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看，如果对于美国成年人的看法啊，他会认为杂货涨的占71%，对不起，这生活每天所需碰到的就是这样。然后公共服务，例如说水电瓦斯这样涨了59%，那对于医疗的话涨了43%。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刚刚只看成人哦，如果看这一个，无论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甚至独立党派的，其实通通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向啊。那现在为什么一直涨呢？其实这是一种预期心理啊，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那个密西根大学他做的一个统计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川普他要当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大家的预期心理已经开始了。那真正达到最高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对等关税起征的1个月之后，也就是5月，因为大家发现川普好像不是说啊，这次是玩真的啊。虽然后来因为跟中国大陆的各种折冲之下，做了非常多的改变，那但是呢，其实这个大家的预期心理还在啊。现在最新的预期心理啊，也就是未来1年的话，是它的那个通膨是4.7%啊。那如果以这个通膨来讲的话，其实真正影响最大的是每天大家的日常所需。我们看美国的电影，或者是直接到美国去观光，你就会看到美国到处都在卖咖啡啊。那问题是咖啡最大的产地在哪里？咖啡最大的产地是在巴西啊。美国现在对巴西苛征50%的关税，那对不起，那个羊毛长在羊身上，你就是这样拔。那也就是我们这样讲的。这个都是对等关税后续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主持人讲说，这个咖啡1年涨了40%，我们就再一次确认了，这个对等关税其实最后都是由美国自己的消费者来承担。那而且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川普他要那个多达237项的一个进口农产品都开始免税？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刚刚已经讲到说，有关于明年的可能会发生的，无论是范斯啊，对他的一个逼宫啊等等，那他现在要最好把他自己的位置坐稳。坐稳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平抑物价。那可是这个平抑物价，我们刚刚有讲到有关于这个预期心理的部分，他怎么样免除预期心理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他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大陆，也就是你赶快，那个最好那个100艘船、200艘船的来买大豆，大家看到了哦，中国大陆开始采买，那预期心理就降低了。然后我今天早上看 Bloomberg 他的一个直播，他直接把这个现在美国物价的波动，直接归纳是中美的这一个有关于对等关税的争端，所以为什么川普急于解决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问题，其实问题就在这里。
对，确实哦，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川普现在不支持率其实已经在美国内部高达了60%。接下来其实就是要面对的就是期中选举。那现在担心的事情就是不只是自己川普内部共和党倒戈，甚至刚刚提到的嘛，这个范斯的逼宫，还有盟友也是不是要跟这个川普来做切割呢？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哦。现在呢，美国选民对他的经济期待已经崩盘了。原本是说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80%选民是因为川普啊，我对你这个上任之后有一些经济上面的期待，所以我支持你。但是没有想到你却把经济搞成这个样子，让民主党趁势的崛起哦。尤其看到了这个纽约市长等等的3场选举都是民主党胜哦，让这个美国人民哦，可以说呢，直接就反映了民意哦。那美国人民现在最大的痛点就是真的物价太高了。刚刚讲嘛，共和党自己内部都翻船了。这位是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葛林，他痛批川普说呢，支持阿根廷哦，像让这个美国人挨打了一拳一样。因为民众现在为了生活成本感到非常的愤怒啊。范斯都说了，期中选举后呢，我就会来跟川普好好谈谈了，是否来谈2028的接班问题。川普会不会提前跛脚啊？委员怎么看？不太容易提前跛脚，除非他在众议院、参议院同时都成为少数党。但你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只有一个院，不会2个院都如此。所以他还是可以跟民主党啊产生某种恐怖的平衡跟恐怖的斗争。那至于在党内呢，有人会发出一点声音啊。比如说，这个副总统范斯，他现在讲说你不行，我来接班，这个简直触犯了川普的大忌。范斯在美国政坛上是没什么实力的，所以我觉得他那条小命自己至少看好一点啊，比较实际啊。川普毕竟是大帝，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来看看明年川普会不会赢的几率很小啦，只是输多少而已啦。那主要原因真的是生活费，最高不是通货膨胀。美国现在通货膨胀上个月是2.9%，这个月是3%，这在全世界标准上面不是什么多高的通货膨胀率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啊已经涨翻了，它通货膨胀率不提高？因为涨的是老百姓有感的物品，比如说牛肉啦、咖啡啦、生菜啦，每天要用的，怎么涨那么多啊？心里觉得很痛苦。可另外一方面，有些不涨，比如说2手车啦、1手车啦，现在妈妈咪也在跌，还有不用讲了，黄豆也是跌得一塌糊涂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呢，经济萧条，包括电器用品呢，都跌得很凶。可是有些日常生活要用的，那就很惨了。事实上是石油价格也没有在涨啊，所以加权平均你会发现说美国没有通货膨胀，但生活物品涨得太凶，老百姓投票管你是什么通货膨胀我是不爽我就投反对票了所以目前来讲共和党里面是人人自危，尤其这其中选举要全面改选的众议员以及1/3改选的参议员，那这个就是有一番困难。澳洲也最好玩的，因为这个川普因为受不了了。把这个牛肉免关税，因为美国自己的牛肉都是比较高档用在做牛排用的，进口在做汉堡用的，巴西啦、澳洲啦都是如此。那现在对进口牛肉这个豁免这个关税好处说，平民百姓吃汉堡价钱生活费可以掉下来了。可是澳洲就打蛇随棍上。你不要光豁免牛肉嘛，你把我们对澳洲所有的关税全部取消嘛所以这个简直是给川普难看，而且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你不要光取消那几项嘛，你就通通取消嘛这个牛肉啦、咖啡啦、生菜啦什么都全部取消，因为川普在搞这个关税战，我不是跟你讲过吗？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现在已经慢慢应验了。为什么？他那一套理论根本完全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嘛，整天这么自以为是他也不听听经济专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那自己当秘医药拿了随便吃就吃出问题来了那我们只能看到他什么时候跛脚，但目前来讲，除非2院都输，要不然他还是会继续猖狂下去。范斯，你小心你的小头。中日现在日渐矛盾的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了吗？怎么说？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证实了这一次的我们看到
这个两位领导人的通话呢，其实是川普主动致电给习近平的。那前几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反了，说是习主席打给川普，我们更正一下，这一次是川普主动打给习近平的。那在通话的12小时后呢，他又立刻打给了高市早苗，那并且不是挺这位东亚的盟友哦，而是要警告东京呢，在台湾的议题上态度跟发言要小心一点，收敛一点。同一时间，我们还观察到就是这个北京火速采购了美国10船的大豆啊，让人把这个通话顺序跟大豆的交易产生了一些联想。难道对美国来说，现在日本这位重要的盟友连10船大豆农产品都不如了吗？那华尔街的分析也点出了说，中美现在关系的一个新现实，就是中国跟美国的贸易休战呢，跟台湾的议题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首先，蔡委员你怎么看主动通话？还有对日施压跟买中国大豆这3件事情中间的逻辑性，只是时间上碰巧刚好一致而已。对于贝森特的说法，我还是存疑，就是说，你美国总统为了大豆打电话给习近平，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这个事情，习近平也不会去管大豆要买几个啊，他只要交代底下的说，我们就照釜山会谈的内容去买大豆就好。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说，彭博社说，你看中国爽约只买了什么，这个什么几吨的大豆，我说不可能啦，中国一定会买的啦。为什么？缺船嘛，你总不能调不到船，你还硬买嘛。那现在调到多少船就买多少大豆嘛，好，而且在年底之前要调船也蛮困难的。那所以说又说10吨呢，10船大豆，我觉得贝森特在做政治宣传。就是要告诉美国农民，你看吧，川普很认真打电话给习近平，所以才来10船大豆，达成了他的诺言。他要的做的是政治宣传。那如果说你是被动的，那好像你这个总统没有很积极啊。所以他是在告诉美国农民一种拉票的手法。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判断？当然有人不服气，我就说我的看法就说大豆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急吗？没有，都没有。那贝森特这个说法只是要告诉美国农民，我们川普这么努力而已。那事情最重要是第一个时间点到底是什么陈述了，那个最重要。因为新华社并没有说这个习近平应约来接电话。第一个时间，以前的惯例都有啊。那对于跟日本的关系啦，习近平对日本很生气当然要找川普讲清楚，你打狗看主人嘛。那2个人聊啊聊，习近平根本大豆你说什么我就买了，因为现在美国大豆的价格跟巴西大豆的价格差不多没有理由不买。那谈到日本的时候，我不认为习近平那个川普也很进入状况他一定听了习近平讲说这么严重所以才会急着去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也是这样的，你是我睡喊的嘞，所以我跟习近平关系搞得不错，你干嘛来搞破坏啊？然后他要打你还很尊重我你看这习近平都尊重我对，而且你给我不要惹事而且这个事情也没那么急也没那么重要，你惹这事干什么呢？那这个高市早苗只好鼻子摸一摸，脸麻一麻，民调再高他也都往后退，所以我认为火速采购美国大豆这个是本来就形成上的啦，只要有船就一定买，有船就一定买没有所谓火速不火速，你如果没有船，你也火速不来所以这个纯粹是在对美国的大豆农民做宣传的那这里《华尔街日报》说，因为跟中国这个贸易休战跟台湾议题以密不可，还要再观察，贸易归贸易，你怎么知道未来不会摩擦？不会摩擦，你敢保证川普不拿台湾问题再出来闹吗？所以川普这个人是他最大的可以预测，就是他不可以预测。所以大家还是要对这个问题保持观察。那高市早苗呢？他当然在川普的压力底下，他也往后退但是你要知道，他从日本的安保法是把日本的安全规定3种事态，第一种叫重要影响事态，第二种档次更高一点叫存利危机事态，第3种事态叫武力攻击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只是说如果我有需要帮美国忙，我提供后勤补给就 OK。到了存利危机事态怎么样？
是我可以出兵就某个特定目标进行攻击，然后到了所谓武力攻击事态，我可以发动全面的战争。它基本上是已经到了存力危机事态。然后高市早苗现在只退到了旧金山合约，但中国并不承认旧金山合约啊，就是说旧金山合约说，日本已经抛弃了台湾了，所以我没有立场去谈台湾的法律问题。可是很 tricky 的地方在哪里？我抛弃了，我并没有承认台湾是谁的主权领土，所以台湾在日本的法律上是无主之土。无主之土就是说我日本人可以攻占啊，我日本人可以介入啊，并不违反。但是如果再推到波茨坦公告，台湾已经是由日本还给了中国了，那主权就是中国的主权，你日本就不可以去攻击人家，你攻击人家是侵略啊，而不是介入而已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式，他谈到存力危机事态，存力危机事态在日本的安保法律里面可以封锁宫古海峡，那你不是针对解放军来，针对谁来的？所以我不认为中国，顶多是缓和啦，但是中国不会满意，所以这个冷战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是，好，我们刚刚委员有跟我们提到，在这个川普美国这位老大的施压下呢，原本民调很高，所以立场很坚毅的高市首相，现在态度也稍微急转一点了。他就强调了3点，包括日本无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日本有责任建立良好的中日关系，还有他不再提任何具体台湾有事的情境了。这让立宪民主党的代表田野家彦就直言呢，其实首相这番话已经是等同于撤回先前他答辩的那个表态了。所以看在美中这个其利发难的情况下呢，东京其实是稍微有些屈服的，但是在中国大陆这边还是不买单哦。那外交部就批评日本一样是在老调重弹、老小蒙混过关，这种伎俩呢是行不通的。那如果我们站在日本、站在高市的立场来解这场誓言风波的话，赖老师认为他现在如何要在美中这样2个都给他压力之下，让关系能够降温的同时，又不让日本太丢脸，有一个漂亮的台阶可以下？不容易，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并没有要高市下台，没有。川普为什么没有要高市下台？我觉得高市引用川普的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可以表达一些讯号的。也就是说，川普还是跟他讲说，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啊。这个就代表说，川普对于他的重视程度啊，基本上来讲，还是把他看为是安倍晋三的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没有要他下台，但是要他处理好跟大陆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中日的问题不能够影响到中美的问题，因为对于川普来讲，他最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明年能够顺利的到北京去访问。对，因为他认为有很多事情必须要不断的会面中把大部分的问题，中美的关系大致上的东西都搞定，因为他明年的选举的压力确实很大，他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很低，而且还在探底的过程里面，他也感受到他的同党的共和党的州长、参众议员，他们都有松动的这种现象。这个对于他的领导来讲，对于他本身的权威来说，已经受到一些挑战了。如果明年的选举选不好，那对于他来说，他就等于是提前破压了，所以他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态的发生。那谁能够帮他把这个事态稳定下来？他必须一定要搞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不能够再恶化了，至少不要再恶化了。如果能够改善，这个对川普不会是坏事情，但是不能再恶化。那现在日本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会恶化中美的关系，所以川普的出手其实是制止这个事情不要再恶化。但是高市好用在哪里？你想想看，他跟石破茂从2月、4月一直到石破茂下台，对，第一个美日的贸易协议谈不下来，第二个石破茂没有松口5500亿送给这个川普，对，第三个都有关于汽车、农产品的问题还在跟美国纠结。可是高市完全不一样，高市是跪下来送，5500亿送你，随你花，然后汽车可以进来，农商品可以进来，可是现在还没兑现呢。对川普来讲的话，最能够兑现的就是高市嘛，而且高市现在的处境跟立场就更加脆弱了。为什么？第一个，国内有挑战者，在野党挑战他的对中国大陆政策，同样执政党内的人也挑战他对大陆的政策嘛。例如说石破茂就
就是一个代表嘛。那也就是说，他同党内有人挑战他的大陆政策，党外也有人挑战。那现在对于高市来说的话，最需要就是美国，最需要美国，那怎么可能川普会让他下台呢？我个人认为，川普是不会让他下台，但是让他处理好这件事。高市在这个地方就叫做战术上退却，战略没有退。战术上退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没有立场谈台湾的问题了。那间接的含义就是台湾有事，那就不等于日本有事了。这个就是野田佳彦的解释。可是野田佳彦不能代表高市早苗，对，你要高市早苗自己出来说。可是高市早苗如果确认台湾有事，绝对不会是日本有事，日本没有立场谈台湾问题。高市早苗应该引用的是1972年他跟中国大陆所签订的中日的第1号文件，而不是引用这个旧金山合约，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转移，他在走私概念了，应该这样讲。所以这个人，我觉得大陆看得很明白，也很透。我觉得中日的关系短时间还是不可能缓解，不可能缓解。好。赖老师这样还要提醒大家持续的观察。那么这场牵动亚太局势的政治博弈呢，现在最新的发展是11月举行的这个珠海航展已经直接端出了，不好意思，这一次拒绝日本人入场的这个强硬表态态度端出来了。同时，中国的驻日大使也公布呢，日本的刑案从2021年到24年的增幅是高达65%的这个治安恶化。那提醒公民呢要避免赴日旅游。不过这个就比较是看时间说话，因为在高市誓言之前，这个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时间拿出来讲就只是借题发挥。好，从贸易到观光，中国还有多少的组合拳可以对日本来发力，对日本来施压？还有现在川普除了要维持好跟中国的关系之外，他现在忙的是要如何尽快让俄乌这个和平的条约赶快的定案下来，然后维持现在美中的贸易各方面的稳定，这样的一个战略现实。所以目前现在跟中国维持好战略关系，已经重要过照顾日本这位东亚盟友了吗？日本变成其中的筹码了吗？将军怎么看？当然我们要知道哈，如果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两个通电话是谁先打给谁的，其实这是整个事情的一个关键所在哈。那如果说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那我们用白话文来讲的话，等于说叫川普好好管管你日本那个小弟哈。但如果说是由这个川普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我觉得那就代表川普看到事态的严重性了，所以他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希望习近平能够这件事情能够找一个台阶哈，那个双方来讲不要继续这个让这个恶意螺旋继续上升，以免这个造成更大的事端哈。那我们紧接着就看到川普打电话给高市哈，那很明显的这就很明显的他答应了习近平某些事情，然后必须要跟这个高市跟他讲清楚哈。那但之后我们就看到紧接着很快，时间确实很快。那昨天上午才听到说是川普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下午来讲的话，高市早苗就在他们这个所谓政党的领袖协商会里面就讲出来这句话，就是日本没有权利去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这种话。但是这点有一点很巧妙的，我觉得这句话是由野田佳彦在提出来，那很明显的就是是不是野田佳彦故意做球给高市早苗，让高市早苗来回答这句话题。那当然，他第一句话讲的好像是说，这个台湾来讲，我们日本不会去认定他独立或者是不独立的法律案件。但紧接着他下面接着讲的就是台湾有事的话，是不是启动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必须要认当时的全班状况来做一个情报判断以后，才能够来做一个决定哈。那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话可以区分两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来讲的话，第一个他讲说日本没有立场来这个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很明显的是在战略退缩在跟中国示软。可是他第二句话，我认为他讲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向他的这种右派的这种政党，包括维新会来表达他态度很强硬，不然的话，万一维新会这个退出他的执政联盟来讲的话，他就垮台了。所以他必须保持这一贯立场。但是我们紧接着看到野田佳彦，他替他这个打这个圆场，说他实质上已经撤回这句话了。但是关键是说，你野田佳彦你讲这种话，
中国认不认同？外交部看起来是不认的。绝对不认同嘛。我们简单讲，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不认同呢？第一个就这件事情整个handle权已经掌握在这个习近平的手上，他直接在handle在掌握这件事情。那所以说，中国外交部一定是强硬到底哈。第二个来讲的话，大家都会看出来，现在中国态度就是你一定要收回，绝对没有模糊的空间，也没有灰色地带，绝对不允许你这样子模糊打混过关。那后续来讲的话，中国我想会采取几种手段。第一个来讲的话，它在外交上面会继续加强对你日本的力道，譬如说是我们看到在联合国上面哈，联合国的代表已经提出来所谓敌国条款的这种论述。另外来讲，最近这2天哈，从昨天高市早苗跟川普通了电话的时候，我们看到欧洲，包括英国、包括德国、包括法国，甚至于在这个跨的这个澳洲来讲，都提出对高市早苗这一部分的质疑，这是外交上面。是，那在经贸上面更不要讲了哈，所谓水产品的开始禁止使用，包括旅游。但是我觉得最严重的还是军事部分。我想中国在黄海的军演来讲的话，力道会一直持续的加强。所以日本来讲，在这状况之下，我觉得高市早苗他是要面临的，他就是只有把话吞回去，不然中国绝对不会允许你在这上面有任何模糊或者是软着陆的空间。